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要来跟大家聊一个非常实用的主题，如何选择共享主机。那会跟大家比较一下我之前使用过的 Bluehost 跟我现在使用的 Flappy 有哪一些的优缺点。那本次的影片呢会分为4个部分。第一个部分呢会跟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样子叫做共享主机。第二个部分呢是 Bluehost 会带大家来看一下 Bluehost 后台长什么样的样子，以及我实际的体验是什么样的感受。那我先前也有做了一集关于 Bluehost 的实际体验，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。第三个部分呢是使用 Flappy， 我使用了大概3个月，会带大家来看一下后台长什么样的样子，以及客服可不可以非常快速的解决我的问题。第一个部分呢，什么样叫做共享主机？首先，共享主机简单来说呢，就是你的主机是跟别人共用的。那它比较像是你租了一间雅房，你的厕所是需要跟人家共用，那你的网站呢，也会跟其他的网站一起共用一台伺服器的资源。那这样的好处是，你所需要租用的成本会比较低，像是我的 Bluehost。是价格非常便宜的，但是你也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，比如说有时候觉得，这个网站卡卡的，资源不是很好，或者是速度不是很快。那这次所要介绍的 Flappy 跟 Bluehost 都是属于共享主机的类型。第二个部分，我自己使用 Bluehost 的经验。那我最早的自驾站呢是使用 Bluehost 的 Basic 方案，主要吸引我的原因是因为它的价格非常的便宜，1个月不到3美，换算下来不到100块的新台币。那对于我这个新手站长来说非常的友善，而且还提供1年免费的网域。但从我使用的经验看来 ，Bluehost 有几个缺点。第一个缺点是它的主机性能较差。后台的操作比较卡顿，影响你的体验。如果你挑选的布景主题呢是非常消耗主机的资源的话呢，你会觉得非常的挫折。那第二个是地理位置，选择方案的时候呢是没有办法选择主机的位置。那第一个它是会影响你的连线速度。如果你主机的位置呢是在美国，可是你所有的浏览者都是在台湾的话呢，它就会非常的绕路，会影响使用者的体验。第三个是客服的效率，它的客服呢虽然是24小时在线，所有解决的问题都要等，而且你必须要使用英文来跟顾客沟通。像我在做这支影片的时候呢，我想要把我的 Bluehost 的自动续约取消掉，那我要跟客服确认一下，我是不是自动续约把它取消掉了。我大概就花了15分钟左右，在等客服跟客服帮我确认说，我是不是 Auto Renew 把它关掉了。大致上就等了15分钟，其实时间还蛮长的，而且你必须要打的是英文才有办法跟客服沟通的。虽然说简单的英文也可以沟通，但就是非常的不方便。那想要看更详细的体验，可以看我之前所做的影片。那第三个部分呢，是我现在所使用的 Flappy 这个主机，跟大家介绍一下，它应该是台湾的新的主机商。那它的后台中文是全界面的，对于不熟悉英文的朋友呢是非常友好的，而且它有内建的布景主题可以使用。那我使用 Flappy 下来大约是3个月左右，总结一下我自身的真实体验好了。第一个是主机性能非常的稳定，后台操作非常的顺畅，不会遇到lag的状况。那第二个是它的客服我觉得支援的蛮好的，虽然它的客服不是24小时。然后第三个是价格非常的合理，如果你使用它最低的方案的话，每月大约133块台币吧。那跟 Bluehost 相比，价格带上来说是差异不大的。第四个是速度流畅。那我自己的现在这个网站呢，使用 PageSpeed 呢，
PC 端可以跑到90分以上，所以我觉得非常的满意。第4个部分呢是 Flappy 跟 Bluehost 的比较，我直接做了一个比较表在这边，大家可以直接的去看一下。那其实呢，乍看之下 ，Bluehost 跟 Flappy 这2个共享主机价钱上来说没有多大的差异，但其实对于我来说呢，顾客端的体验其实差异蛮大的。像我 Bluehost 有直接遇到过整个前台都当掉，也就是说我没有办法登录我的 Bluehost 账号的情况。那我这3个月使用 Flappy 呢，给我的感觉是主机非常的稳定，我没有遇到过宕机的状态。那客服也可以及时的协助我，不管是搬家或者是要挂 GCE 把它挂上去，都可以快速的处理。那你如果是新手站长想要尝试的话呢，我觉得 Flappy 主机是一个价位上来说是一个可以负担的状态，非常推荐你去使用。那如果想要使用这个 Flappy 的共享主机的话呢，欢迎透过我下方资讯栏的连结试用这个 Flappy 的主机，这样我也可以得到微薄的分润。以上这就是这一期的 Flappy 跟 Bluehost 主机的比较。那本期的节目就到这边，喜欢我的节目的话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我们下一期再见，拜拜。这个是什么啦？是刚来学啦！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刚来学的频道。